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反弹3连阳后，再次出现上涨的运线，最近出现的3支运线都给到了不错的方向指引提醒。现在是第4次，依旧要特别的关注。特斯拉在抄底买入后，短线反弹持续，但依旧还是先看反弹，所以短线要设置移动止盈点。Meta 突然一日大涨。这种上涨能够改变长久以来的下跌趋势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我们会讲一下有关运线和缺口当前的表现，当然这两者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而后我们会讲到日线的趋势观察以及15分钟变盘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指数有所了解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有关于个股的解析。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沃位、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MBIS 等以上个股。那么如果您是今天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新同学，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会偏多一些，所以阿哲的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个股您都需要去完整的观看或者说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部分内容都做好了一个时间轴，做好了一个标签，大家在视频底下可以做一个跳转，就可以快速看您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当然第一部分一般建议是不要去随便跳过，因为这是我们视频当中主要讲解知识以及对于重要的指数环境的一个观察。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运线和缺口。最近市场出现了不断的缺口的一个回补。对于缺口的回补，我们昨天的会员视频当中其实也讲过，当市场出现对于下跳缺口的回补的时候，一般容易出现市场继续下跌的一个方向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下跳缺口的地方容易存在一些潜在的卖盘。那么反弹过程当中填补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这种卖盘的触发，那么市场容易出现下跌的一个可能性。昨天如期出现了一个调整，不过调整力度目前是不上强的。那么缺口回补之后产生了一个运线，它的含义就是这个地方的上涨有所停顿。我们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日线图表，当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那什么叫做运线？其实它的定义是比较简单的，今天是一根小 K 线，昨天是一根大 K 线。小 K 线它今天的最高和最低在昨天大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内，这又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宽松的一个运线的定义。当然如果你要再严格一点，可能我们会有时候会把这种才当作运线。大 K 线和小 K 线的关系是小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在大 K 线的实体之中，这两种是不同的定义，一个是比较宽松，一个比较严格。宽松的会经常发现，但严格的其实很少出现。我们最近所产生的运线是在哪？这个地方高位的时候有一个运线是宽松的，价格走势低点高点都在昨天的高点和低点之内，而后市场下跌它是一个停顿的一个含义。那缺口和运线之间的一个不同，它其实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东西。我们对于比如说向上的跳空缺口，它其实就是今天的价格和昨天的价格完全是不重合的，是吧？今天的高点和低点和昨天的高点和低点完全不重合，而运线呢就是完全的重合，完全的包含。所以对于两天价格，如果它是完全不重合，我们一般说它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如果两天价格它基本重合，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所以运线代表市场在上涨和下跌当中是一个停顿状态，而缺口说明是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么缺口的方向就比较明显，因为它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在缺口产生那一刻起，你就知道这个方向是下跌还是上涨了，它的方向性是比较明确的，只是有时候可能要小心物极必反而已。而像运线它是没有方向，因为它是完全的停顿了，所以没有方向的运线一般方向的选择会在其后几天内发生，最好是3天之内出现，效果会更好。所以当时这一天它出现了一个运线，那么如果价格后续还在这之中徘徊，就说明它的方向是不明确。而如果发生运线后是往下跌破这个大 K 线的一个区间，我们一般就说它的方向是往下，上涨停顿方向向下。而如果它是往上突破，那么就是上涨停顿恢复上涨。
而这一个定义，我们一般会根据大 K 线和小 K 线的幅度来去做一个改变。比如说，像当时这个地方，它的大 K 线范围很大，小 K 线的范围很小。这个时候，如果你单纯去看这个母线的高低点，你等它突破或跌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跌的比较多了。所以，如果母线的振幅比较大，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看到止线作为一个首先的一个方向的分辨，它跌破止线，你也可以认为它大概率也是要往下去继续行走了。后续其实在这个低点的地方，它也出现了一个晕线，是吧？它第二天 K 线的高点和低点就在昨天的高点和低点之中，完全的包含，完全的重合，这也是个停顿。在选择下跌继续之后，又来一个停顿，市场突破了一个止线的一个高点。突破之后，我们认为方向在这里会出现选择向上，所以有时候如果母线的高低点它的振幅比较大，你等到它去突破的时候，可能就晚了，可能行情就走完了，是吧？所以有时候止线我们会去关注它是否能被突破。那么像现在也是如此，母线在周二的时候，它的区间涨幅是 1.52， 其实不算特别大，所以如果您做的不是一个相对偏短线，你可以以母线的高低点做一个范围的分辨。市场出现向上的突破，那么就认为这个地方的停顿它只是一个震荡，那么后续依旧看涨，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缺口回补之后，它的空方力量就消耗了，那么市场依旧可以看涨，甚至看到左高的地方。而反之，如果这个回补缺口之后的停顿，后续方向选择是往下去跌破，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它只是个反弹，那么方向则容易继续去探更低的低点，所以这是一个运线后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通过这种方案，我们之前在这个低点也把握住了一个反弹，在这个高点也规避了一次下跌，所以这个方案其实是比较好用，也比较简单的一种识别技巧。当然，我们更加谨慎、更加激进的同学也可以把止线的低点作为防守，是吧？跌破止线，哪怕母线低点没破，我也认为这里应该减仓；跌破母线低点，我就全部清仓，那这波反弹就结束了，也可以以此去作为界定。所以运线和缺口的关系，一个是加速，一个是停顿。运线当前给我们的一个参考，你关注止线和母线的低点可以作为防守，不跌破，那么反弹延续；跌破则反弹终止，那么止盈要开始进行。以上就是对运线和缺口的一个简单讲解，特别简单的一个技巧，但是又特别好用。那么个股也同样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日线的趋势观察。我们依旧回到纳指的日线图表，不过目前我们加上了一个趋势类的指标。当前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如何？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可能是震荡，可能还是上涨，可能各种不一样的声音都会有。所以对于散户交易者在做分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更多偏向于主观的一个判断，可能有时候我用这个方法，有时候我用这个技巧，可能分析出来的趋势完全不同。阿哲在每天的盘前视频当中所讲的个股和指数的一个方向的分析，一般遵循一个客观的定义，就是上海趋势图它的一个颜色带。这个上海趋势图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对于中短线的识别趋势的一个判定，就是如果是紫色带，则我们定义当前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方向为主，而如果它是一个黄色带，那么它就是一个下跌的方向为主。如果紫色带出现的下跌，我们一般会找回调买点，而如果它是一个黄色带的上涨，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大概率为一个反弹。所以当前的市场就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只要处于黄色飘带，不管您手中的个股还是指数还是其他标的我们都认为它的上涨，你哪怕参与，它也只能够参与反弹，仓位要小，要谨慎，要小心反弹的一个结束终止。所以当前我们就要以运线来作为判断，因为它这个地方飘带则是作为一个趋势的支撑和压力，在上涨波段当中，飘带作为支撑，下跌不破支撑，则容易出现再次的上涨新高的趋势回调买点；下跌破支撑，则市场容易出现市场的一个走弱，趋势的一个反转。所以当前跌破了这个紫色飘带的支撑，上涨也到飘带有压力。那目前又再次来到了这个地方，它就属于每次黄色飘带的风险区间。每次到这里，每次你做了一个超跌反弹，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小心风险的信号和反弹的终止。所以当前我们依旧要小心，它可能在维持一个下跌趋势，和下跌趋势正在进行和发展，在扩大。那么像曾经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波行情，就是从一开始略微的黄色带，
到每次下跌后的上涨都是反弹，慢慢发展出了中期以上的一个调整。所以当前我们依旧要去小心，它可能会往这方面去发展。那么如果它往这方面去发展，那么它的每一次上涨也会在这种地方产生明显的压力，而后每次的反弹大概率也会在这附近去寻找中指的高点。那么当前我们就要特别小心。那么这种中指的高点一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特征，就是它要么是到飘带附近就滞涨，要么就是过飘带又重新跌破，所以当前是属于过飘带了。而如果它再次跌破，它也是一种风险确认的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飘带的下沿当前是被站上的，是 25,892.5， 如果再次收一根阴线，它除了破这个运线的直线低点，同时也跌破这个飘带下沿，是吧？跟之前这个地方一样，突破站上跌破下来，突破站上跌破下来，就是压力的反馈是有效的。那么这里如果突破站上跌破下来，那么一样的，我们认为这里和前面这里一样，它是一个反弹，它容易终止，那么就容易继续往下寻找更低的低点。所以当前对于日线的趋势分析我们是不变的。如果你手中个股也是这种行情，也是这种状态，那么也要特别小心，可能也处于一个压力位附近，反弹终点的一个到来可能会出现。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而如果阿哲视频能够帮助到您，那么也希望大家不管是老同学、新同学都可以点赞评论该视频，而新同学也同样可以，我们关系可以更进一步，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技术分析，一起学习美股行情的分析。同样的，如果您希望每期视频都能够及时的收听得到，也可以在下方订阅之后点开全部的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刻接到阿哲的通知了。同时，对于新订阅粉丝同学，为了感谢大家的订阅支持，那么阿哲还对于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有一些见面礼的一个准备。您只要订阅阿哲，就可以领取以下的这些见面礼，其中有一份叫上海趋势图的一个礼物，这一个指标是一个主图指标，它其中所对趋势的分析，黄飘带、紫飘带，以及其中有一些信号 K 线，比如说黄色 K 线的风险提醒，蓝色 K 线的机会提醒等等的，它有很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每期视频当中都有去教学，都有去进行一个使用。所以如果您未来长期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是建议大家都去安装上上海趋势图和进行一个观察。只要您订阅阿哲频道，那么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这个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助教。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可以让助教帮您安装这个指标。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属于15分钟的一个日内的一个分析。所谓的变盘时间是我们每天盘中可以去稍加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每次到了阿哲盘前广播所讲的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看一下是否在那附近有一些顶底分型的产生，如果有，那么注意了，可能是一些高低点的一个变化节点。那么最近的市场的变盘点跟之前又有不一样了。我们在上期视频所讲到变盘点，很多时候是什么？它容易出现变盘高点。就如果一个市场在15分钟当中，它每次的变盘点都是高点，或者说它都是一些小反弹，那么这种行情一般是弱势的。而最近的市场开始有所转强，因为它的低点变盘变得比较多了，不管是之前的1点还是9点45、11点15、2点，你所看到的这些时间点都是阿哲在美股开盘之前给到的当天盘中的变盘点，它都是一个低点变盘，一路推高股价上涨。而在7月1号的时候开始有点变化，从之前一直是低点变盘，市场不断的新高，走到现在昨天的行情，市场开始转为震荡，并且它的高点变盘开始变多，市场下跌力度开始变强。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如果这种日内的15分钟变盘点再次出现，很多时候是高点变盘，以及变盘之后确实有明显的破底的行为，开始走出低点又降低了，高点又再降低了，这个时候要小心了，可能日线短线方面那就容易再次的走弱。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运线下破以及飘带的跌破，就大概率将要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去出现。所以接下来要讲到是今天我们7月2号的美股盘中的第一个变盘点，我们要关注今天的9点45分。9点45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美股开盘的时候都会去看到的一个迹象，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时间点去变盘。那么今天依旧关注9点15分这个时间，
一般变盘点使用在下跌时，如果见到变盘点，它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上涨时，如果见到变盘点，它容易是一个高点变盘。那么在变盘附近，如果有明显的下跌而后止跌底分型，那么这种低点变盘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以此我们去判定今天开盘时容易见到高点还是低点，大家可以去关注。剩余的其他的变盘点，阿哲会在今天的盘前广播当中为大家去进行一个分析和进行一个发布。所以如果您是今天订阅阿哲的朋友，您如果目前还是看不到每天盘前这个广播，您也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同样的找到注要之后，除了去安装这个赛区图，也可以去领取盘前的解析、盘前的广播。那么正常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的新同学，您是可以找助教呢领取到4重福利的。除了赛区图和盘前广播之外，还有一些内部的知识课程，我们会讲到技术分析和美股的期权课。香港时间周2到周5，每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的5点会有这2部分的教学课程，那么都是对于订阅粉的同学开放，并不对外公开。像我们本周所讲到的会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内容，叫趋势破译，从预见到看见，在早上10点会进行。现在已经讲到了尾声，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天才看到阿哲视频，那么可能有点晚了，那么也可以在报名之后可以参与下周的内部课程。每周基本周2到周5我们都会在早上10点会进行开始。所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都可以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亦或者是下方评论区的置顶评论当中去找到朱老师去报名领取这4重福利。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是个股解析环节了。那么在个股解析当中，我们第一次标的来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最近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第一次标的我们来看到特斯拉最近在走势行情当中是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对于这个反弹怎么去买入的问题，其实也是通过上海区图表我们可以去把握的。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安装了上海区图表的，你要注意这个图表当中除了可以看这个飘带的颜色定义下跌和上涨趋势之外，我们在一些买卖点上要关注一些 K 线上的颜色。如果一个 K 线它是一个蓝色 K 线，它就说明它的下跌容易见到一个反弹点、反弹低点。如果它上涨时遇见了一个黄色的 K 线，就说明这个黄色的地方它是当前上涨进入到一个高风险区，或者说短线容易过热，容易见到高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正常我们的买点会比较推荐大家在蓝 K 附近去进行寻找，因为那个时候说明它已经调整过一波，那么风险至少是释放过的。而后如果是上涨时已经进入到黄 K， 是不太建议去再加仓去买入的。它不一定会代表减仓信号，但一般不能去再加仓，它说明这个位置大概率是会偏高的。所以不管是什么股票到黄 K 的地方，正常来讲我们就要小心它的风险和去止盈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的买点是之前这个蓝色 K 线去仿包买进。当然这个蓝 K 的买进主要是因为，当然这个蓝 K 买进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是通过一个结构前低的支撑，所以一个蓝 K 代表它可能会有低点，而后如果它在某些支撑位出现会更好。所以前面低点有支撑，而后出现蓝 K 超跌，再出现仿包阳线，一般就可以作为买点。所以这一次反弹可以以此去把握。那么它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那就不用考虑太多了，这个地方肯定不作为加仓点，而是要小心风险。进入黄 K 就设置移动止盈。怎么设置？把黄 K 低点我们开始设置防守，每天如果有更高的低点抬高的黄 K， 你就去更新移动止盈。当市场出现跌破的时候，我就应该在这里去止盈了。短线这种地方一般是卖点。当前也是一样的，在蓝 K 仿包买入之后，短线快速加速，那么当前是一个黄色 K 线，那我就把黄 K 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今天收阴跌破，那么这里就应该是个卖点。当然一般来讲我们的卖点最好是黄 K 消失，所以我们把防守位设置在昨天的最低价格，它是 418.09。 当前毕竟还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定义的是蓝 K 它是把握一个反弹，所以蓝 K 这里我们依旧认为是反弹，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黄色飘带下的一个上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定义为反弹，只有小概率它会出现一个反转。而这种反转它首先第一个迹象就是会把飘带给击穿，所以这一波行情会不会是反转，它至少是出现了第一个迹象，就是击穿飘带。那么接下来只要回踩时它不要有很强势的下跌，快速跌破飘带而是能够在飘带之上寻找支撑，那么就有机会再次出现波段的上涨行情。只是当前这里要设置一个防守，先做短线反弹的对待，一旦出现止盈信号就止盈，而后回调时关注飘带是否有支撑的效果，再去寻找2次的短线波段的交易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英伟达。
在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当中，它其实也是跌到了前面的低点以及之前的高点这种撑压互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止跌，但它止跌力度其实是比起特斯拉类似的股票相对来讲弱很多的。从价格的反馈来讲，它这里虽然有一个支撑，虽然有一个上行，但其实它迟迟不启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讲过，它是可以构成一个止跌支撑区域附近的买点，但是我们要设置一个防守位了，并且要有一个预期，这个地方它偏弱一点点，所以买入之后你需要有一点耐心。那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的表现，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表，而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它目前是不是也是一轮下跌之后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而这蓝色 K 线它其实也是在支撑附近，所以蓝 K 加支撑它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迹象，说明这个支撑可能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支撑它是一个中长线支撑，是龙门线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龙门线的日线图表当中的一个白色线，它就代表中长线目前的一个走势，如果它保持向上，依旧大概率是一个标的牛市的一个市场，只要它保持向上，是吧？它就大概率在这附近将会产生一个支撑。不管是之前这个的下跌，是吧？还是之前这个地方的震荡，所以在这种附近容易产生支撑。而当前也是价格重新站上这个龙门线之后，再次首次的回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认为它是作为一个支撑有效。而如果后续在这里是跌破的，反抽变成压力的，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说明下跌空间依旧面临打开。而如果不出现这个破位有效，那么这里其实很大概率是一个中期的底部磨底的一个阶段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出现了蓝 K 反包突破，可以作为买点的实现。当然这个作为左侧的买点，因为一个大的低点中期低点产生，它不可能就一次蓝 K 突破就确认了，它有多次的一个反复确认。比如说这里作为第一次的买入，而后推高能够突破飘带，就更加佐证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期低点。那么后续我们就要在飘带附近转为止带，去寻找二次的加仓点，所以这附近只能说是一个左侧第一次的买入区间，无击的区间，是否能够成功，需要关注它后续是跌破止损，还是往上能够突破飘带。从周线来看，它其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所以周线的蓝 K 和日线蓝 K 意义是一样的。本级别图表它可能会出现反弹，可能会出现低点的一个机会，而日线反弹它可能就2-3根，周线反弹如果也有2-3根，那其实就是2-3周的行情。所以这个地方英伟达是可以关注它的价格表现反馈止跌较弱，但是空间上还是比较在意，可以去关注的。所以当下我们第一笔的博弈点就是这个地方的低点做一个止损，或目前是已经构成了突破买入，后续就继续往上看，至少缺口的压力看一下反馈怎么样。如果直接跌破，那就肯定要走了，因为它如果后续打开空间，那么就可能要往前面低点去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当前我们所看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两张图表，这个图表当中其实目前还保持一个底背离，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比特币已经是跌破了左侧的低点，而以太坊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你要做多，可以考虑的是做以太坊的一个多单，当然这是短线上的，因为整体的大周期还是向下的，所以短线这个地方因为背离原因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依旧是反弹，所以它的力度其实还是不算强，因为它的底分型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去突破，所以它的一个止跌力度其实不算强。所以多头它在靠近这个底分型的左边高点的时候，这个压力就要小心了。那一旦出现快速的往下去跌破之前低点和比特币共振，那么这种下跌我们就可以去考虑顺势的再次做空单。所以当前的多单做不做都可以，没有太多的必要，除非你做的是小级别，那样肯定考虑的可能多单会 OK 一点。如果你做的是波段，完全可以等待反弹结束往下一破去开比特币的一个空单是 OK 的，整体做顺势可能会更好。所以当前可以作为一个多番伏击等待的一个时间，等待多头反弹确定确实是比较弱结束的时候去做这种空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一只标的是扩位。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扩位的图表，扩位其实从之前的关注到现在不是很关注了，因为它这一波下跌跌得太深了。之前这里难得是有每一次的上涨都突破飘带，所以每一次回调时都可以去关注是否能够站稳飘带，但是都不行，所以它就维持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黄色飘带一旦形成时，它的上涨大概率为一个反弹，小概率可能会有反转，所以每次期待它的反抽能够反转，它的概率毕竟还是比较低。所以在这一次出现了一个龙门线的紫飘带反包之后，如果在这里出现价格的一个反馈，我们说这里是可以作为买点，买到之后快速的跌破，那么这里还有缺口出现，一定要止损了。
而后我们知道它是黄飘带，所以这种买点一般仓位不要放太多。所以之前的龙门线出现仿包突破，是吧？这里是有利润的，这个地方突破也有利润。所以当时这个地方还是一个震荡下跌，当这个地方开始小心了，它的下跌力度在变强了，它直接是震荡，目前这一波反抽都站不上飘带，往下缺口破就要小心，它可能会走一个加速，所以这里一破，那么就要做止损了。后续这个缺口留在这里，不管是回补之后跌还是无法回补，这种都容易走加速，所以有一种不走加速的方式，就快速的把这个缺口给吞掉，而后做出这个地方是一个砸盘的低点，那么才有机会我们再次进场去看，可能是一个砸破左低之后又完空之后的上行。所以这个缺口不完全回补之前，尽可能不要随便去买入，哪怕有蓝 K 也不要在这里买。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缺口的下沿是多少？是 93.88， 不完全吞没站上之前，不能随便去做它的一个多头。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表现还可以，蓝 K 突破之后出现反向上涨，但它的力度慢慢的在靠近黄 K 的时候，它也在缩短，它的实体在变短，所以它的动能也在减弱。像之前这种上涨，是吧？只要是反弹，那么到这个黄 K 附近、黄带附近，那么就要小心这种风险。当前又来了，所以这里如果你要看中期的低点形成，那么这个黄带一定要去突破。我们看到周线上，周线它跟英伟达是类似的一个趋势，但它比英伟达强。英伟达它刚出现蓝 K， 而谷歌直接就出现了即将可能反包，它是破位之后的反抽，目前照样飘带，所以最好在本周谷歌能够维持在飘带之上。飘带的一个上沿是在 352.927， 希望在周四收盘依旧能够收在 352.927 之上，那么谷歌就会构成周线的下跌止跌行为。那么这种止跌如果扩展在日线上，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中期以上的上行，那么这个飘带正常就无法去进行阻挡它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地方作为第一次的买入，第二次应该是突破然后飘带之上的回踩去介入二次的加仓点，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第一笔的止损就应该放在飘带之下，如果相对激进的也可以放在龙门线，那样其实就要承担多一点风险。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其实就维持白 K 之后的反弹。白 K 新同学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超跌的进一步的一个提醒。蓝色 K 线属于短线超跌，如果短线超跌无法快速止跌，那么就会进入到白 K， 所以白 K 一般不会在上涨趋势当中看到，因为上涨趋势可能调整蓝 K 就够了，只有下跌趋势行情才会容易见到白 K， 因为下跌趋势行情可能蓝 K 的止跌是不够的，白 K 就会经常出现，所以白 K 出现，白 K 消失反包一般就会出现反弹，所以这个地方出现反包，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反弹你要参与是 OK 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破位的反抽，所以这个破位是否能够强势出现行情，那么首先你要在反抽反包之后，期待它能够突破这个飘带，否则如果连飘带都破不了，那么在中短期内它就依旧是强势下跌，那么就更不可能出现中期以上的反转了。所以目前进入到飘带就要小心它不要快速的跌回来。跌回来就说明这个反弹高点可能会形成，飘带的下沿是 379.493， 收盘跌落就要开始止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也是白 K 突破，但力度较弱，我们也可以作为买点，而后设置一个白 K 底下的止损。当前是略有浮盈，但是它的力度没有出现分型的左高突破，飘带也没碰到，所以整体来讲是就那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趋势的下跌，也是黄飘带，所以这种股票一般来讲，要么就作为观望，我们不作为主要的做多机会。如果你要做多，那也只能做反弹，而且风险性是不低的，所以这种地方就可以做，但是它不是一个最优选。那飘带的压力是在 103.792， 整体周线来说，它就是一个跌破了龙门线，周线是跌破龙门线。反抽不够龙门线，往下继续收盘跌破，所以这种地方就小心它可能是周线龙门线要顺势往下，那个周期就可能比较大，所以日线走到这里，每次的上涨以反弹对待，有时候可能大的反弹它也就到龙门线，小的反弹就是到飘带了。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Circle 维持下跌，看到这个缺口的地方，缺口在回补之后，正常如果是一个多头的市场，那么这个缺口的回补，特别是这种大缺口回补，它应该有一个多方的明显反馈，但是它很明显只是一个反弹，快速的击穿，目前收盘价已经跌破这个缺口，这是一个多方有反馈但是却不强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就肯定我们还是跟之前的看法，这一波下跌以来，如果要再去做多，通过简单的反包阳线其实是不太够了，最好是以结构为主，以形态为主，这也是我们之前在盘前广播当中有提过的，简单的反包阳线可能无法让这种强趋势去止跌了，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地方作为一个
压力，价格唯有突破这个压力，而后回抽这个区间，或者说这个飘带转为紫色，会更加容易去产生行情。而在此之前，它的一个上涨，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反弹，所以这个结构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它当下其实还是无法去站上，那么就容易顺势依旧推动下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礼来。礼来已经构成了黄 K 的跌破，所以黄 K 跌破这里就要做一个止盈了。之前回调飘带，如果它是一个蓝色 K 线，并且是紫色飘带，那么它会比我们在黄飘带下的蓝 K 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它至少是顺势交易，而不是逆势。所以这个蓝 K 产生，它是一个晕线，而后出现上破，那么价格走出一波上涨加速，来到黄 K 的地方，我们认为它容易出现一个高点，或者说容易短线是一个风险点，它不代表它就后市会出现大跌。它只能说它是容易出现一个靠近飘带的回调，所以一波上涨之后，如果是黄 K 短线就要小心，而后做波段就注意飘带依旧是有支撑的，因为它是一个紫色上涨趋势，有利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获利兑现回来，我们再去看是否有机会再去操作，再寻找支撑。我们要去担心的是，如果这里不止盈，它如果刚好这里是最后一波，这里是一个破位的点，那么就可能会把这一次利润给回吐掉，所以至少在这种黄 K 跌破的时候要做一个防范。从周线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偏突破走高，刚突破走高回踩后继续往上挺进，所以大趋势阿哲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只是我们的买点上要去深究，最好是找紫色的飘带附近的买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在之前的蓝 K 消失反包之后，到目前为止它其实行情不多，它主要是徘徊震荡，然后突破之后又快速跌落了，所以它的这个行情不是说特别强劲了。我们来看到周线上的压力，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效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长上影线，所以影线出现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是形成一个二次的一个高点，两个头是吧？这个地方目前还是没有去有效的突破，在周二的时候突破了，周三又快速跌回，所以压力依旧有效。这种情况下要小心它对于飘带的击穿，所以如果你是做短线，这种地方它的买点不太好把握。如果你是做波段，你可以等待周线压力确定，而后日线跌破飘带，那么后续可以去做减仓反抽再减仓，去小心它会转为黄色飘带的可能性，而保持在飘带之上不去跌落，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维持看涨，只是加仓点没有必要在这里去加仓。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INT 是英特尔，英特尔其实也是维持一个震荡，但是它的飘带是回踩了，目前回踩到飘带还是有支撑的，所以回到飘带依旧可以看一个支撑点，支撑止跌依旧有机会往上去破高点，但它的高点其实当下是已经不太好站上了，趋势其实很多股票像 AMD 英特尔 SOXL 其实走到当前这个位置已经是有一个中期回调的一个需要。离龙门线偏远，而后它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加速，并且是高位开始走震荡，所以它有可能是要有一波需要调在周线的紫色飘带。目前的英特尔它的紫色飘带在周线是 102.621， 那么 102.621 那就是得要在这个低点附近了，低点缺口附近了，才是周线的一个支撑，所以要小心它可能要出现这样的一波回调，而后再选择方向，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不是一个做短线特别好的介入点。而做波段，你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去买入了吧？下一只个股是 APP 也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之前这波下跌破的有点深，这种破位，它对一个趋势走中短线的强势上涨就不是很好，所以这种破位之后的一个上行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之后的反抽，就小心它可能会这么去走。而短线的这种加速上涨，因为是黄色飘带，只要是黄色飘带，那不管它走的再强，我们都要注意的是，它都不代表趋势的改变。所以紫飘带的一个形成更能够说明趋势走为上行，而黄飘带的出现，它每次的上涨都要小心，它可能是一个反弹。只有突破飘带转为一个紫色，我们后续才更好去寻找一个买点。否则这种上涨，我们只能说通过这种长线影线反包突破来去构成一个反弹买点，就跟特斯拉是一样的。而反弹买点的一个防守位，一般就是买入 K 线的低点，或者说底分线的低点。蓝 K 突破买入，那么跌破就要止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个反弹，可能空间不多。那么有时候反弹可能会超出预期，但是它依旧只能定义为一个反弹的买进，后续再去定义是否有反转买点。而当前是黄 K， 那就把黄 K 低点作为防守。当市场出现黄 K 消失、黄 K 破位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就预示着回调；如果是黄色飘带，就预示着它是一个反弹的结束。那么黄飘带的下沿，我们也看到它的支撑应该是 494.109。
下只个股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股票它其实出现了一个下跌，回到飘带附近也是一个震荡，它有一个反包，有一个上行，但是它这个缺口回补的时候就有一个明显的压力，快速的往下，所以缺口还没有补，比指数补了缺口的就很明显，在这一刻就开始分出了强弱，它比指数弱，那么这一刻我们就应该减仓了，是吧？之前买入的。没有去提前缺口回补不上的去止盈的，这波下跌虽然没有打止损，是吧？也开始要减仓，后续它可能就会打止损，所以这种地方减仓之后，最后就以止损去做防守。正常我们飘带回踩买入之后，一般可以用底分型作为防守，也可以用买入 K 线作为防守。这种地方出现底分型了，我们突破买入了，你可以用买入 K 线作为防守，也可以用底分型做防守。买入 K 线防守它会相对盈亏比会高一点，如果用前面低点做防守，有时候这种引线太长就一般般。所以目前这个地方你的买 K 是不是这一根 K 线？因为引线太长，你可以以下沿作为防守。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话，突然之间的一个上涨，但是无法改变大局，因为它整体还是一个龙门线向下，然后黄色飘带，所以价格走势它有时候会出现反弹。这种反弹呢，它对于龙门线和对于飘带的反弹力度就不一样。如果一波反弹是针对的是龙门线的话，那飘带一般是挡不住的。所以像这一波反弹其实跟这一波是一样的，是吧？它都是针对龙门线去进行试探的，所以飘带就没有挡住。而对于飘带去反弹的，像这种反弹，是吧？就是中短期的反弹。所以中期反弹一般以龙门线为标准作为目标，中短线反弹一般以飘带作为目标。所以当前这一轮快速的向上，它呢是一个左边缺口支撑之后有蓝 K 有反包突破，然后展开的快速过飘带。那目前我们要看到这个龙门线是否能够出现突破，当然突破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反转，因为突破之后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衰竭。正常2根之后容易回落，如果突破龙门线再出现回落，一般这种位置就是高风险区，所以这个地方它能不能突破是一回事，大概率呢应该不太容易。价格走势看到龙门线的一个压力，它是630.74，如果是一个下跌长周期短周期都下跌的股票，突然之间的暴升一般不建议去追涨，绝大部分8、9不离10是诱多点，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买点。下只个股来看到 RKLB 它也是在一个重要支撑出现一个蓝色 K 线的反包，而后出现上涨。那么蓝 K 一旦在龙门线附近出现，就有可能代表一个中期的底部的形成，而后我们再出现买点，其实就可以在这种附近去买入。而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快速的突破飘带，而后给到我们2次的回踩买点。那么这里呢往上去向上，当前呢是已经到飘带内了，但是否能够突破？当前是突破了下沿，没有突破上沿，所以我们希望它不要跌破，而后能够继续往上去冲，这样才有机会呢快速的过这个飘带。如果飘带都过不了，2次回探的时候把这个缺口也给吞掉，那后续这个地方可能就要么走震荡，要么就失败了。所以最好是能够快速的过飘带，把飘带直接站上，而后转为支撑。那么这个低点一般就不会去碰了，所以我们希望快速的过。那飘带的上沿是110.028。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走势也是黄 K 之后破位，而后黄 K 的高点目前是有点压力，价格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它这个是一个乌云盖顶，这一个呢是一个倾盆大雨的一种看跌的 K 线组合，快速的跌破，飘带没有破，整体走震荡，所以很多个股在之前走了一波长趋势向上之后，在这里附近都出现了一个震荡，周线呢也是一个冲高回落，本周也是一个冲高回落，这种行为出现之后就不太好了。这种股票呢，除非之前就有持股，否则现在去碰，相对来讲会有一定的难度了。而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的一个买点的是光头阴线的突破，所以这个构成一个短线买点，往上直接创了一个新高，不及时止盈的话，可能就往下回踩了。那回踩时呢，我们可以以光头阴线作为防守位，比如说目前你还持有的，我就以光头阴线的突破买入之后，那么就以光头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它不跌破光头阴线的低点，同时也在飘在这里，那我就依旧认为它的飘带，它的趋势会往上，那个呢作为持有也是可以的，但是就会陷入到一个僵局，因为它有可能会继续震荡。光头阴线的低点它是432.44。下只个股看到 PLTR 呢，它也跟 Meta 一样是处于大周期小周期都是一个看跌的一个趋势，空方趋势，所以这种趋势下呢，它这一波上涨是不是跟 Meta 就不一样？ Meta 是对于龙门线的一个反弹，是吧？类似于之前这一波龙门线的反弹，而它现在呢是针对这个飘带的反弹，飘带的反弹属于中短期的一个反弹，也还算强劲的，是吧？白 K 反包之后出现了一个短线的反弹，那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飘带，那接下来就看它会跌破飘带。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弹高点了，要小心了，小心它继续的推动向下。
而如果这个地方能够继续往上突破，那么这一个反弹就继续往上看。如果你之前白 K 其实突破去做了，虽然阿哲一直说这种地方白 K 突破的一个买点可做可不做，是吧？如果你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以飘带低点作为防守，那么不跌破之前就顺势往上看下一个飘带的高点压力。飘带目前的低点支撑是在 122.268， 上沿是 132.269， 如果它能够顺势推动向上，那就有机会往龙门线继续扩大它的一个反弹的空间。下一只个股呢是美光，美光其实也一样，就它也是一个相对长期是稳定的向上爬升，而到这种节点上，它的周线一般就是在高位出现了顶分型，高位出现了一些震荡滞涨。那这个时候其实做短线选这种标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最大的一波短线加速在前面走完之后，当前是偏震荡，不太那么容易做。那么除非呢在这里再次出现一些飘在附近的止跌买点，我们可以去尝试像之前这种回调，然后底分型突破，比如说飘带的仿包阳线，是吧？我们可以看像这个地方也是价格在这里出现了很明显的止跌阳线，像最近呢它虽然有止跌有缺口，但没有强势的止跌阳线，没有这种实体较大的止跌阳线。如果在这里能够出现一根止跌阳线把缺口补掉，这里我们可以依旧看一个短线的回调买点，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那么短线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介入，小阳小阴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如果是做持有的话呢，就以飘带为主，跌破飘带则要开始减仓，反正不过飘带不能快速站上飘带，依旧要执行减仓策略，要小心飘带随时转回黄色飘带，那么就可能执行中期的一个回调，中期回调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个紫色带，是周线的紫色带 785.616。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也是在龙门线附近产生的一个止跌行为，虽然这个蓝 K 之前呢反弹之后又探了一次低点，而后目前继续还是一个黄飘带下的一个反弹，它这里其实也跟之前的蛇口一样，这里是一个震荡的区间，目前没有特别强势的向上，在这里出现了反复震荡，所以如果它出现的是再次破低点，那么这种行为我们就要去及时的卖掉，把之前左侧的仓位给卖掉，不要在这里去期待它能够在这里出现反转，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还是要站上飘带，站上之后呢再去寻找左侧后的右侧的一个加阳点，目前这里只能看左侧的一个买点。从周线呢它就跟英伟达类似，回到飘带，周线黄 K 而后回飘带，是不是作为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趋势买点？这个买点呢在周线上出现，那么效果肯定就是更影响深远，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成功止跌，蓝 K 消失，那么它这里产生的一个趋势行情是不是要看到左边的高点？它其实是有空间的，所以这里呢可以去注意它的一个左侧买点后的右侧加仓，但如果不出现右侧加仓，而是把左侧买点的止损给打掉，那么就认为它还没有止跌，周线可能还有继续升探的一个需要。现在是个股来看到 AOI 的话，它是黄色飘带维持下跌，最近反弹力度不算强，底分型的左一压力没有过，而后在这里产生震荡，所以它的反弹不算强势，那么飘带又有可能延续，那么压力在 157.22， 不过飘带之前的任何反弹都是中短线反弹，它都很难形成这个强势的止跌，所以这种买入呢就要小心了。周线上呢是一个蓝 K 刚出现红柱，那么是否有表现，最好等待周线的蓝 K 消失反包，那么是一个最为稳妥的止跌信号。如果等不及，那么最好也等待这个日线能够出现底分型的突破，回踩不破，去寻找机会。那么有关于 LITE 呢，就相对也类似的趋势，也是在这个飘带附近出现了震荡下跌，无法去突破飘带，那么稳定的运行。周线上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10日线，所以它们都属于这个位置还可以，中期回调它们都属于位置还可以，空间上支撑也临近周线的支撑，但是日线上就稳定维持黄色飘带，并没有出现比较好的这种行为。因为 LITE 它的一个飘带比较窄，所以它是有希望去快速突破的，但是突破后回踩再去买，可能会比现在去博弈它的左侧低点会更好。现在这股票来看到 MBS 的话，在连续的趋势回调上涨这种节奏之后，目前这里有点打破了，因为它这个低点后的反包阳线作为一个买点，其实是可以继续往之前的趋势去看的，看延续的。但这波回调它很明显变成了一个反弹，它这个地方反包而后止跌的一个买点，最后在左高的地方出现压力，而后反抽往下，所以这里就有可能是一个高点的出现。因为之前都是单波调整，这个地方出现了反弹后的快速再破低点，那么之前的买点就应该快速跑掉，快速去离开，就小心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大的高点，可能要转为黄色飘带，可能要出现一个周线的回调。
那么周线的低点，周线的一个飘带的上沿支撑是 200.584， 我们看到日线 200.584， 那就是左边低点这里是周线的支撑，所以跌破这个低点往下看这附近的支撑，然后再寻找周线的一个止跌，当前就要小心它这个调整的力度和空间可能会比之前要大。那么以上是7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